大家好，我是燕。今天我要为你们带来一个在原生态工作室非常重要的一个启蒙课程。等一下我们的课程呢，第一阶段我们来学习一个东西叫做植物观察学。那第二阶段呢，我会教大家如何用我眼前的材料呢，就是等一下安排的材料的包来制作成你喜欢的一个青苔的一个球，我俗称它叫绿植星球。那植物观察学事实上是一门非常有趣的东西。我要跟你们说，为什么它叫观察学呢？因为事实上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你会发现，其实我们时常会有一些东西，我们是不认识它的，尤其像是植物。就连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常去逛花市啊、买花草的人，其实我每一年都还是会遇到新的品种、不认识的东西，会问一下别人叫什么名字。但是有时候问完呢，其实也会觉得蛮有趣，因为有的名字其实都是很多花商他们帮他取的一个俗称的名称，它不见得代表了就是这个植物真实本质的精神，有时候只是取它一个外观的感受。所以名称我觉得对植物来说呢，其实真的不是最重要的东西，我们反而要学习如何透过我们的肉眼、我们的触摸的感觉，去判别植物可能原来的原生环境。原因非常的有趣。科学家有说过，其实我们人类对于大自然了解呢，其实是非常有限的。虽然我们自己觉得可能自己是可能一个目前地球的主宰，这样决定了地球的生与死，但是事实上人对大自然的了解呢，其实科学家认同大概只有3%而已。也就是说，有97%呢，我们对大自然是未知的。也因此这样子呢，我建立了这个植物观察学，是为了引导大家去了解，事实上我们不见得要被过去所学所限制。虽然这个植物观察学它不见得完全是正确的，一定也会被推翻的一天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对于我一个累积这么多经验的时间呢，我觉得它是可以适用在很多植物的观察上。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们一起来好好学植物观察学，你会发现其实你会对植物有进一步的了解，而且会发现植物这个东西呢，在你的生命当中呢，其实它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近了。这堂课程你需自备小水桶、200cc 的水、剪刀，还有一个好用的十字螺丝起子。打开你的材料包，把东西摆好。你可以自备一个托盘来放置你的材料，让课程可以进展得更顺利。然后记得准备好，我们要开始咯。首先我们要学习的是植物观察学。植物观察学切入的点非常的容易，它是透过植物生存的3要素，我们去学习判别植物所需要的3要素：阳光、空气、水。阳光、空气、水是植物生存的必要的3要素，而这3要素决定了什么呢？就决定了它的外观，决定了它的触感，决定了就是它生存的方式。那首先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是阳光。阳光怎么去学习呢？在我眼前，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多不同的植物。这些植物，你觉得有什么共同点呢？对，它们都是绿色植物。这些绿色植物呢，你会发现虽然都是绿色，但是它们的绿呢，不是同一种绿？你会觉得有的比较深，有的比较浅，甚至有的带点白，有的带点红。这样不同的色彩呢，决定了什么？决定了它光合作用的能力。这光合作用的因子呢，来自于植物里面的叶绿体、叶绿素。叶绿素呢，也就是这绿绿的东西。这绿绿的东西对植物来说是什么呢？很简单的说，就像是一个发电机一样。这发电机呢，可以让它生成它生存需要的营养。我简单的说好了，就是这个绿呢是有深有浅。你可以猜猜看，深色比较需要光线呢，还是浅色比较需要光线？这是个陷阱题，答案都需要光线哦。那既然是陷阱题，那我们再来猜一个。那眼前有深有浅，深的光合作用能力比较强，还是浅色的光合作用能力比较强呢？答案是深色的光合作用能力比较强。为什么深色的光合作用能力比较强呢？简单的说好了，我同样是一个叶绿体，颜色越深，我就好像放了200台的那个光合作用的太阳能板这样子。那颜色比较浅的，相对我密度没有这么高，我放了100台的这个光合作用的这个太阳能板。你看100台跟200台，在同样的光照情况下，谁可以生成的
营养会比较多，谁可以生存的电力比较多呢？当然是200台的。相对的200台呢，它能够适应的环境呢也就比较广咯。也就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室内的植物呢，通常因为它颜色比较深，所以它可以适应的光周呢也就越广。那相对颜色比较浅的植物呢，它的光合作用能力稍微会比较需要户外型的环境，或者是光线比较好的地方。该怎么说呢？简单的说好了，因为其实浅色有什么特色？大家知道在太阳底下穿白色衣服跟黑色衣服的差别吗？白色衣服会比黑色衣服来得更加舒适，原因是因为白色它具有折射的功能。所以在海滨上呢，我们发现很多植物呢，它伴有银白色的绒毛的光芒，它又有折射的功能。那相对的深色呢，很多热带雨林的植物都是深绿色的，因为它有时候会有非常多叶片的遮挡，所以让它有形成更强的光合作用能力。所以记得判别植物的色彩，就决定了植物的第一个条件——光合作用的能力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认识第二个要素吧。第二个要素是水分。水分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可以透过另外一个方式来观察，透过触摸来观察。如果今天你除了眼前的植物之外，你还准备了别的植物，请帮我摸摸看你眼前的植物，去感受一下这些植物的差异在哪里。你会发现有些植物摸起来比较厚，有些植物摸起来比较薄。好比说像我眼前这个植物，它叫做短叶虎尾兰。虎尾兰摸起来呢，它的叶片呢非常的厚实。像这个也是虎尾兰，就是它摸起来非常的厚实。甚至有的人如果像是仙人掌啊、多肉植物，我就不用讲，它摸起来也是非常的厚实。那相对的，这眼前的另外一个植物，像这个是珊瑚卷柏，它的叶子好细哦，而且软软的。然后像这个我们等一下要用到了这个兔角蕨，它叶子非常有弹性，而且也很薄。这些厚薄代表什么呢？这些厚薄呢，就代表了植物它的一个蓄水的能力。这个蓄水能力该怎么说呢？简单的说，刚才你会发现，如果它蓄水能力越强的植物呢，通常象征着它的原生环境是越干燥的。也因为环境比较干燥，所以它必须有一个好的储水能力，把水分呢先储藏在它的叶片，或者它的地下根，或者它的茎干上，让植物的茎干或叶片加厚。这个加厚的过程中呢，就可以把水保存在里面。所以相对也在提醒我们，如果今天你的植物摸起来很厚实、很厚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你的浇水的频率呢不要太高，因为它喜欢稍微有点干燥的环境。如果你给它水分太多，它会怎么样呢？它会烂掉哦，而且它也可能因为这样子，它的透气性、土壤的透气性降低了，它可能因此这样而死亡。所以有些人会说，多肉植物跟仙人掌号称懒人植物，为什么会养死？通常都是你太勤劳了。所以你要注意植物的特性，运用适合它的方式来给它浇水，便会给它最适合的方式。相对而言，如果这个植物摸起来很薄，叶片很多，通常也象征了什么？它的水分的需求呢会比较多。因为为什么？你看我叶片这么多，我都需要水。那如果今天我水不够会怎样呢？我就会枯萎咯。所以相对而言，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呢？因为代表我原生环境的水分是比较多的，所以我可以把它分到更多的叶片上去，把这个挥发的水分的速度呢把它提升。所以相对而言，如果像是蕨类呢，或有些大型叶片的植物呢，我们要观察的是它的水分呢是不是需求量会需要比较多。来到了最后一个元素了，最后元素是什么呢？是空气。刚才的3要素的最后一个是空气。空气其实是今天的判定标准当中呢最难拿捏的东西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一个简单的观察去判别。原因是因为植物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哦，你会发现其实空气的东西是决定什么，就是这个植物它是否适合放在室内比较闷一点的环境，或者要放在户外比较通风的环境。我们如何去判别呢？我们可以去观察植物的表面。很多植物的表面呢，你会发现它有一些叶片上会有绒毛，或者它的茎干上会有一些细细的绒毛。那些毛呢，就很像呼吸的毛孔。那个毛孔通常有毛越长的话，代表什么？那个毛呢，通常代表就是它会需要比较通风良好的环境。该怎么说呢？简单的说好了，就是如果今天这个毛就很像我人身上穿着衣服一样。你看，如果今天你穿的毛衣，它会什么特？毛衣会具有保暖的特色。
这是第一个。那另外一个是，如果今天我有毛，代表什么？就是我遇到水的时候呢，水很容易沾在毛上，所以我比较容易可以获取水分。那第三个是，当我皮肤长毛的时候，代表什么呢？我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抵抗力哦，可以抵抗虫啊，比较不会咬到我的茎干或我的叶子。哇哦，这么多好处，但是也有缺点。缺点是，如果毛发遇到水分以后呢，如果它的空气不流通，那水分呢就会滞留在皮肤上面。那皮肤上长期有水分滞留，会有什么情况呢？就会导致我的皮肤容易堵塞，容易有那个水分会过多，所以它会有腐烂的情况发生。也因此，如果今天植物的表面呢摸起来是有绒毛感的，或者你观察后发现它很有绒毛感，透过刚才的光线的判别、水分的判别，还有最后一个空气的判别，你会决定了它适合放在室内还是放在室外。这样会让我什么好处呢？我觉得植物观察学最大的好处是，即使你不认识那个植物，你透过你的观察，你可以判定可能一个适合照顾它的方式，或者可以猜猜看它可能从来自于哪样的环境。我相信在这么简短的时间要让大家融会贯通，不会是这么容易的事情。但是我相信未来，如果你秉持同样的观察学的精神，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会在你生活当中获取很多很棒的知识，而且获得一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案。那等一下我们就来进行第二阶段咯。准备好材料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我们今天的台球了。首先我们要先使用的呢是我们的水桶。我们可以整理我们桌面上的这个水台。水台事实上是这个陆生最大型的一种台线，叫做泥炭台。当它采收的时候呢，里面会有一些树枝，还有树根，所以你需要帮我把这些树枝、树根在剥取的过程中把它挑取起来，把块状的这个泥炭台呢，把它剥碎，丢到我们的水桶当中，同时整理里面的杂物。整理的过程中呢，我们得把它剥细剥碎，但是也不用剥得完全的就是非常的细碎这样子，只要觉得就是恰到好处就可以了。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使用这个泥炭台呢，把它变成这个绿植星球的新家，这样简单的说，它就是一种栽培介质。接下来加入我们的水，把你的200cc 水呢都倒到水桶当中，把它跟水台均匀的混合。然后用你的手呢去揉捏它，把水掐到这个干燥的水台当中。水台被掐了以后呢，它的水呢会吸到里面，你会感觉水台开始恢复弹性，可以把多余的水挤出来。同时呢，把水挤出来以后呢，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水台呢放置到托盘上，来准备等一下再使用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使用我们准备好了这个水台来包覆我们准备好的植物了。我们可以把植物托盆，好比说我现在的兔角蕨，它可能带盆，我会先按压盆器，把兔角蕨取出来。同时我会剥掉它过多的土壤，因为等一下我要使用我的水台去取代土壤，让植物呢换一个不一样的介质。水台是一种通气保水的介质，同时它也会让植物的根呢有一个比较好的包覆性。通常这种介质呢，我们常在种植多肉植物或者兰花的时候会去使用它。好，接下来我一样取开我这个准备好的网纹草。白网纹草是一种非常好照顾的植物，但它生长也非常的快速哦。如果未来你发现它长得太高太壮了，记得你可以适当的修剪，把它的顶芽剪掉以后呢，它就会长出更多的侧芽。你的这个网纹草呢，也会长得越来越可爱。我取适当的水苔呢，铺在自己的手掌心当中，按压一下，好像一个饼皮。
我们把我们的植物呢，用水苔包覆起来，取适当的大小即可。因为今天我们要制作2颗球哦。包覆好以后呢，用你的手掌稍微按压，把它变得比较圆形。这个过程中非常像制作饭团一样，你可以把它模拟成你好像在捏个饭团，用你的手把它捏圆以后呢，把我们的青苔把它包覆在我们的球上面。我们青苔在使用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包覆一整颗，但是你也可以不用整颗都包起来。因为其实青苔呢，在某些层面上呢，它不见得会在我们的球上完全的，就是可以活得好好的，它比较像是一种装饰性的功能。这原因其实非常单纯，原因是青苔它非常喜欢潮湿的环境，而且青苔的品种事实上在台湾有非常多种哦，有超过400多种以上。每种青苔因为原生环境不同，需求也都不一样，所以事实上青苔并没有这么好照顾。接下来我们取我们的鱼线，鱼线的前端呢，我们留下大概5到10公分的一个缠接处。哦，错了，你可以再留更长一点，可以留15公分。然后用你的鱼线呢，把球上面的青苔跟水苔呢，把它固定起来。我会建议你可以绕同样的方向，这样你在绕质疑的时候呢，你的台球的绑结力呢会更好之外呢，形状也会更好看。边绑的过程中呢，可以用你的手的力道呢，适当的去调整，让这个台球呢看起来越接圆形。记得尽量你绕的方向呢是上下绕，不要是左右绕哦。如果你绕的是左右呢，你的台球可能不会是圆形的，它有可能会变成像一个圆柱体。当然我也没有觉得圆柱体不好看。如果你喜欢圆柱体，你也可以用左右绕的方式哦。当你觉得绕好以后呢，可以先把我们的鱼线剪断，把刚才留的线头呢，跟你最后绕的这条线呢，打2个死结，把它打在一起。如果最后你发现你原来的线头已经消失了，找不到了，你也不要担忧，你可以把剩下的线头呢，塞到任何一条你觉得稳固的线当中，打2次死结，效果是一模一样的。线记得不要留太短，太短的话可能会不好打结。最后我们可以把多余的线头把它剪掉，你的台球就会是一个可爱又看不到线的一个可爱的青苔球了。那如同相同的做法，做完这一颗兔角蕨的青苔球以后呢，我再制作一次哦。这一次我要制作我的白网纹草。我想我会把剩下的水苔呢，全部都来制作这一颗。所以当你在制作上呢，你记得就是要把你的水苔呢均匀的分成2等份哦，或者你也可以一大一小，让你的青苔球呢有2颗不同的尺寸。青苔不太够，不用担心。事实上，局部有青苔，局部没有青苔，它包覆起来的感觉是更自然的，会有点像是我们的地球一样，有一部分是充满森林的陆地，而有一部分是蓝蓝的海洋。接下来我们来制作植物的铁架。
要找出一支你觉得好用的十字螺丝起子，一般的尺寸就可以了。我们要用螺丝起子来钻我们今天的这个木板。那这个钻木板的东西呢，当然如果你家里有电动的起子或者是一个电钻，当然效果会更简单啦。只是我觉得一般的家庭应该是不会有电钻，但是十字螺丝起子呢，应该每个人家里都有一个。那你可以用十字螺丝起子呢，在你想要的地方呢，去慢慢的去，有点像是钻木取火一样，把它往下钻。你只要一直旋转你的起子，力道往下，它就会往下挖出一个小洞咯。至于要挖多深呢？你可以挖到至少是木板的1/2。当然，如果你愿意挖更深的话，我觉得你是可以挖到2/3这样深度。但事实上，这个木板呢，其实是有一定的硬度的，所以你可能挖取上要稍微用点力道。如果是小朋友的话，可以请家长稍微帮忙。那如果今天真的你很没有力量，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，其实可以挖掘这个树干的正中心，也就是年轮的正中央。因为年轮正中央，因为它的岁数是最小的，所以它的硬度也就是最软的。通常一个树木腐坏的时候呢，也会从中心点开始腐坏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挖侧边都挖不下去，不要怀疑，就挖中间的洞吧。或者你可以挖一个中间，一个侧边，或者你就以中间当做一个主要的一个挖取点也是可以的。中间是最好挖的哦。这里顺便告诉大家一个小撇步，你也可以用家中的螺丝把它锁到这个树洞当中。螺丝的洞口呢，就是当你锁完以后再把它拔起来，它一样也会有一个洞产生，也一样可以拿来穿这个铁丝。但是我的经验是，螺丝通常要找比较大一点的，不然你的可能钻完了，你的铁丝还是插不下去。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运用的是旁边这个深咖啡色比较粗的兰花铁丝。通常我们购买兰花的时候，也可以得到这样的铁丝，可以再去运用这样子，就是当兰花谢了，你可以把铁丝拔起来，把它做成钩子或者架子，事实上就可以在园艺上呢再多额外的使用，甚至有时候加重一些袋子什么的，你也可以用这个铁丝呢做成钩子以后再去重复使用它。感觉好像也还蛮环保的哦。钻好洞以后呢，接下来我们来测试我们的铁丝要做多长的架子。你会发现你钻好的洞呢，可以把铁丝插上去，但是铁丝插上去以后呢，你会觉得它好像松松的会摇来摇去，这是正常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用卡榫的方式把铁丝固定起来。不过在固定之前呢，我们要先确认我们要做的这个架子呢要做多高。用你的2根拇指头呢，用力往下折，90度折弯以后呢，你会找出这个铁丝的正中心。这个正中心呢，我叫做重心。那重心的话呢，你把它维持在正中央的时候呢，你的球体等一下放置上去以后呢，它就不会倒咯。所以记得这个东西，你可能要抓点，多重复几次，找出一个植物的球的一个重央。那这个中央的重心找到以后呢，等一下的架子就可以很轻松的把你的球放上去。至于架子做好以后呢，你可以轻轻的把这个弯曲的部分呢往上拉，这样的话才可以让你的球坐在里面不会掉出来。那今天我的架子呢，我打算是做一高一低，这样会比较有层次感。好，做完以后摇摇看，发现好像东西可以固定在上面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架子呢，用旁边的干燥果实的树枝把它卡紧。当一个洞里面只有一支铁丝的时候，它会松；但是我又多插一个树枝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卡得非常紧哦。这个方法跟日本人盖房子是一样的，不仅很紧实，而且你会觉得，其实好神奇哦！我不用用到任何胶水，我就可以卡住我今天要放的东西。你看，非常牢固吧？接下来我再重复一次哦，我要做一个矮一点的。矮一点的话，我就会把它下面半部的铁丝呢留得比较短。我用同样的方法找出要的高度以后呢，把铁丝90度往下折，折出一个90度的角度以后呢，像蚊香一样，我在旁边绕同心圆。这个圆你不用绕太大没关系，但是记得要把圆往上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等一下把青苔球注在里面。好，接下来我一样来调整，看看我的这个圈圈呢，可不可以让我的球呢安心的住在里面。好，我先把另外一颗球拿起来，同时呢，我再用我刚才这个尤加利的果实，用它的
枝条呢去卡住我今天的这个铁架，这样子。好，确认好我要的，我再来固定，免得等一下再调整呢，反复的调整很容易让东西松掉，所以不如先调整好。我确认好这位置可以了，那接下来我一样，我要把树枝插到等一下的洞里，然后也把铁丝插进去，这样它就可以固定的非常的牢固了。如果今天你做好了铁架，你发现它非常不牢固，甚至插不太下去，通常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一个你钻的孔洞不够深。记得最好可以钻到1/2个木板到2/3个木板，够的深的深度呢，才可以让我们的铁丝呢在里面安稳的固定起来。如果今天你发现你只塞1根，它还是很松，你可以塞2根哦。你看我塞2根树枝以后呢，它就变得更牢固了。用点力量把它插进去，它就固定好喽，而且不会掉。你看多厉害！那接下来我就可以把我的球放上去，找出一个我喜欢的角度，这样子呢，我的球呢就会非常非常的好看了。就这么简单，有没有觉得很棒呢？接下来我们来做装饰了。拿起我们的这个小松果，它叫做铁松子，是一种杉树的果实。我们要使用铁丝把它固定起来。接下来我会近距离的示范给大家看，因为通常这个部分大家也都觉得是最困难的，虽然我觉得蛮简单的。看到了吗？我们的可爱的小松果上面有非常多的鳞片。铁丝呢取一长一短，一边比较短，一边比较长，把铁丝呢压到松果的果荚当中。这个果翼呢，我们用铁丝用力的旋转拴起来，它就变成像发叉一样咯。那这个发叉呢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把它插在我们的绿植星球上面，当做个可爱的小装饰。把作品转到正面，把松果呢放在一个你觉得可以让它插上去更可爱的地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放我们的扩香石，一样把它插在一个你觉得美美的地方。这扩香石是使用水库的淤泥制作出来的，它叫乐土哦。那记得我们如果等一下滴精油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扩香石拿起来，再滴精油。不知不觉，我们的课程已经接近尾声了。在这最后的时间，我要告诉大家如何来养护这些植物。今天做完的台球事实上非常可爱，然后而且我们的台球呢，你会发现它一开始会有这些轻轻的这些青苔在上面附着生长，但是呢，青苔的附着生长呢是非常仰赖环境上的需求的，所以如果未来你的青苔呢由绿转成黄，请不要觉得担忧，原因是因为这代表你的环境可能不适合它生长，但是呢，青苔也发挥它一开始的功能。它让你的台球呢可以固定得更美，而且让你一开始可以欣赏到它的美。当然，环境适合它的时候呢，青苔也会自己再长出来的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如何来浇水咯。浇水方法很简单，你可以准备一个水盘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可以把水加进去。好，我觉得你可以把水呢加的跟水盘一样高，大概可以到8、9分满。OK， 8、9分满以后呢，接下来你可以把你的台球拿起来，把它泡到这个水上面，大概5到10分钟，它会慢慢的把这个水盘内的水呢全部都吸到这个台球上面，那你的植物就会浇水良好。那这样的动作呢，会依照你植物不同的类型呢，你会有不同的浇水时间。但是我们这次的课程安排的植物会是一样的，会有一个是兔角蕨，另外一个是网纹草。它们2个呢，都对于水分的需求呢是比较稍微高一点。那这个水分的需求呢，我们可以依照我们的这个植物栽培小卡呢，可以把它注记上去，上面会有阳光、空气跟水分的需求。我们的兔角蕨呢跟网纹草在阳光上的需求是多少呢？大概是3到4颗星。它们都对于光线的需求呢是有一定的需求，但是不用到全日照，也就是说大概3颗星那种窗边透线的光线就已经非常适合它了。我们俗称这种光线叫散射光线。那第2个呢叫水分，
水分的需求上呢，这两个植物呢都属于对水分的需求属于中间值的，也就是说它们的水分大概是3颗星左右。大概多久浇水一次呢？你至少1周要浇水1到2次，1到2次这个标准会依照你的环境来做改变。如果今天这个礼拜一直下雨，记得观察一下台球是不是很潮湿，如果很潮湿就不需要浇水。如果台球干燥了，那个礼拜阳光非常大的话呢，你可以考虑浇水2次或者到3次都有可能。浇水必须仰赖环境的观察，这个可以让你跟植物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，同时也增加彼此间的互动。最后一个是空气了。今天的植物的安排比较特别，它们都是可以在你家里面放的，所以你不用把它放到户外哦，你可以放在你的比较靠近窗的阳台，或者靠近你自己的室内空间，有散射光线即可。那养成这样的浇水习惯呢，你的台球呢，水过一挥以后呢，就可以重新放回你的架子上面了。这时候可能会有水在滴上来，如果它水，因为像我的水还没吸完，如果它已经吸完的话，正常来说水是不会这样一直滴的。那如果滴一点水呢，吸到你的木头上呢，我觉得也是还可以啦，就是不用太担忧。那我们每一个材料包都会附一瓶未知的精油，这一瓶精油呢会有很多不同的选择。那你的精油呢，会为你带来一个香气上的提升，但是它也无形间有一些未知的力量。如果你想好奇呢，未来我们会推出专门的1到13号精油的介绍的影片，你可以再去查阅你的精油所代表的意识是什么，那它要给你的力量是什么。那我们今天把这精油呢稍微滴上去，你也可以用你自己喜欢的精油，不见得要用我这个搭配给你的精油。如果你不喜欢，不用担心，你可以送给别人。拿起你的这个扩香石，把它滴在你的扩香石的背后。你要滴在正面也是可以啦，只是我觉得背后的话，因为有些精油它可能有颜色，你滴在背后呢，它比较不会这么的明显，比较不会影响这扩香石的一个色彩。这扩香石的成分呢很特别哦，它是水泥的，更正一下，它不是水泥，它是的话是水库的淤泥，它叫做热土，是一个台湾人研发的一种素材。这样你的这个植栽呢，就可以发挥出一个疗愈的香气之外呢，还有结合植物的优雅的感受。那我们的材料包里其实还会有一个小神秘的小东西，这一张蓝蓝绿色的小卡。这个蓝绿色小卡，你把它翻过来，你会发现它上面有一个花的花语。这个花语是什么呢？这是要补足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们属于你们状况的花语签诗。但是这个签诗其实是我亲手写的哦，我亲手写了非常多种、上百种的植物花语，酝酿在每个人的袋子里。所以当你拿到了花语呢，你可以仔细看一下，也许那就是天使要给你的讯息。看看上面的讯息要给你什么祝福，要提醒你什么事，也许照着做，你最近也就变得更加顺利。那我们的植物是活的哦，所以一定有些人会问我说，那我植物长大怎么办？植物长大很简单，像这个兔角蕨长大以后会变这么美呢。那变成这么美以后做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去修剪它的叶子，如果它有一些枯叶，你可以修剪。那如果真的长得太大，你也可以把一整颗的青苔球种到你的别的盆子当中，把上面的线剪掉就可以，直接就可以移植了。那长得越大，当然我觉得是越美的，因为现在它的大小可以看出来，就是个 baby。不过在结束前呢，其实我也想告诉大家，其实今天课程的一个重点，今天除了学习植物观察学，学会了如何制作青苔球，其实今天的课程你也发现，植物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，它会因照环境而有所适应，而有所改变。事实上，每种植物，如果你把它移到一个不适合它的环境当中呢，它都很容易因此而死亡。其实就像我们一样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生环境，有自己的个性，有自己的创造能力。我们有时候面对很多事情，都想说自己怎么跟别人不一样？为什么别人做得到的事情，我没有做得到？有时候甚至我们在想说，也许我是不是哪里不好？错了，事实上我们应该要学习看到自己的优点。你会发现每个植物它都是发挥它自己的生存的优点，在一个适合的环境当中做生长。而我们也要去发现自己的乐趣，自己生活的开心在哪里，自己擅长的在哪里，并运用自己所长，发挥在自己的生活中的每一刻。你就会发现，其实美好是绽放在自己的决定当下，而你的未来也会因此变得漂亮。在最后的大家这么喜欢我们的课程情况下呢，我要说什么呢？我要请大家帮我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r， 还有帮我们的 FB 还有 IG 可以订阅跟追踪。
原因是因为原生态很需要你的力量的支持，也让我们未来有更多的力量，可以制作更多更好的课程，传递更多美好的讯息到每个人生命当中。那我们未来再见喽。